特朗普政府一出手，市场通常不会当普通新闻看。你回想一下，只要一间公司被政府点名、被政策扶持，它的股价通常都会上涨。我不是说每一间被点名的公司都一定会升，也不是说政策一出来，第二天就可以冲进去买。但市场有一个很现实的反应：当政府资金、政府订单、政策方向开始集中到某个行业，资金就会先问谁是最大受惠者，谁有机会由小故事变成下一条主线。现在这个问题轮到两条线，一条是无人机。特朗普政府的行政命令方向很清楚，扶持美国本土无人机制造，加快超视距飞行规则，强化供应链安全，推动国防采购和出口。另一条是量子计算，美国商务部用法案资金支持量子生态，加上黄仁勋对量子计算的口吻由保守转向乐观，市场自然会问，这是不是 AI 之后下一批被重新估值的科技股？事不宜迟，我们马上开始。先讲无人机。以前你听到无人机，可能只想到航拍机、旅行拍片，或者小朋友玩的遥控飞机。但现在的无人机已经不只是玩具。我用一句话讲，无人机就是会飞的眼睛和低成本的空中武器。以前军队要侦察敌人，可能要派人、派直升机、派战机，成本高，风险大。现在一架小型无人机可以飞到前线，看清楚地形、敌人位置、坦克动向。更夸张的是，乌克兰战场让全世界看到，一架成本相对低的 FPV 无人机可以攻击比自己贵很多倍的坦克和军事设备。这件事改变了战争的成本结构。如果你是美国政府，你会自然问：我们可不可以大量生产自己的无人机？可不可以减少依赖外国供应？可不可以把每个前线单位都配备一双会飞的眼睛？这就是无人机故事。再讲量子计算，普通电脑像一个人走迷宫，它一次只能试一条路，走错就退回来，再试下一条。量子电脑像什么？像有很多个你，同时走很多条路，最后更快找到出口。再简单一点，普通电脑的位元只有零或一，就像硬币已经落地，不是正面就是反面。量子比特就像硬币在空中旋转，未落地之前，好像同时保留多种可能。所以，量子计算最有想象力的地方，不是拿来写文件，也不是拿来打游戏，而是处理那些可能性太多的问题。例如，研发新药要在海量分子组合里找答案，安排航班要在很多路线里找最有效率方案。金融模型、材料科学、能源系统也有很多类似问题，但风险也在这里。量子计算听起来很大，但很多公司仍然很早期，收入小，烧钱多，技术路线未完全确定，所以这个板块更加不能乱追。无人机最近最大的催化剂是美国政策。2025年6月，白宫发布行政命令，方向很清楚：第一，加快超视距飞行，也就是无人机飞到操作员肉眼看不到的地方，这对物流、公共安全、巡检和军用都很重要。第二，支持美国本土无人机制造，减少外国供应链风险。第三，鼓励政府和国防部优先采购合规的美制无人机。第四，推动美制无人机出口，就是美国政府在说，无人机不能只靠别人供应，我要自己做、自己买、自己出口。这对美国本土无人机公司是很大的市场故事。但要记住，行政命令不是订单，政策由发布到收入中间有时间差。真正要看的是哪一间公司真的拿到合约，真的交付产品，真的把收入做出来。量子计算的催化剂是政府资金和科技巨头口吻。美国商务部在2026年5月宣布，与9间公司签署意向书，计划提供20.13亿美元资金，支持量子计算和量子制造生态。这代表政府把量子计算视为国防、材料、新药、金融模型和能源系统的战略科技。另一个变化是黄仁勋的口吻。2025年初，他曾经说，实用量子电脑可能还要15到30年。结果，量子概念股被市场重重打下来。但到2025年中，他在公开场合开始讲量子计算，接近 inflection point， 口吻明显转乐观。这不代表量子明天就成熟，但对市场来说，这代表一件事：之前市场可能太悲观了。William O'Neill 说过，市场最大的赢家背后通常有一个重要的新产品或服务，推动公司进入新一轮增长。无人机的新产品是低成本、智能化、国防和公共安全落地；量子计算的新产品是下一代计算能力。但 O'Neill 也不会叫你只听故事就买，他的重点一直是新产品要配合业绩、销售相对强势和买点。这就是我们接下来要看的第一家 AeroVironment， 它是比较老牌的军用无人机公司，你可以把它理解成美军前线的会飞眼睛和小型巡飞弹供应商。代表产品包括巡飞弹，锁定目标后可以直接攻击，也有侦察无人机。最近最大的变化是它在2025年完成收购 Blue Halo，
业务由无人机扩展到太空、网络安全、定向能和反无人机。2026年的 Q3，它收入4.08亿美元，按年增长143%。前9个月订单21亿美元，订单出货比1.6，已收款订单创11亿美元纪录。管理层口吻是需求强，但整合有阵痛，因为 BlueHalo 整合、Space 业务调整和毛利率受压，短期并不是完全没有问题。所以 AVAV 是有基本面和订单支持的国防无人机代表，但不是无风险。第二家是 Kratos Defense，Kratos 做的是高速无人战机和靶机。以前一架有人驾驶战机很贵，风险很高，未来可能由较便宜的无人战机跟着主战机一起作战。2026年的 Q1 Kratos 收入3.71亿美元，调整后 EPS 0.16美元，合并订单出货比1.6。管理层口吻偏积极，并上调全年指引。它的催化剂是美国空军协同战斗飞机 CCA 无人战机和国防预算，但 KTOS 的问题是时间表，故事很大，要注意合约落地节。第三家 Red Cat 做的是比较小型的军用侦察无人机，我会形容它是步兵班组的手掌大小侦察兵，不用跑道，不用复杂训练，可以帮前线快速看清楚建筑物、街道和危险位置。2026年 Q1，它收入1550万美元，按年增长849%，而且取得 NATO 盟友和亚太盟友军用侦察无人订单。管理层口吻很积极，因为它由接近早期收入开始进入交付和国际订单阶段，但小型股波动很大 ，RCAT 可以升得快，也可以跌得急，所以更要看位置和成交量。第四家 Unusual Machines UMAC 做的是 FPV 无人机、Fat Shark 头戴设备、无人机零件和 NDAA 合规的美国本土供应链。如果 AVAV 是做完整军用无人机，UMAC 更像是卖零件和装备的供应商。你可以把它理解成无人机淘金热里的工具商。2026年的 Q1，它收入810万美元，按年增长296%。公司现金约2.229亿美元，正在扩人、扩产、买原材料，目标是支援美国本土无人机零件需求。管理层口吻很进取，甚至说未来18个月不认为自己会受需求限制，但风险是什么？扩产会压毛利率，也会增加营运成本，它还有营运亏损，所以这类股票不能大意，更适合观察强势和小心控制仓位。第五家 Axon 最有名是 Taser 电击枪和警用 Body Cam， 但它现在不只是硬件公司，还有云端证据平台，有 AI 影像分析，也有反无人机和 DFR。DFR 是什么？想象城市里有事故，警车还没到，无人机已经先飞到现场，拍到画面，帮警方判断风险。在2026年的 Q1，Axon 收入8.07亿美元，按年增长34%。公司也说，反无人机和 DFR 是第一季增长最快的类别之一。Axon 跟纯无人机股不同，它有公共安全、SaaS 硬件和 AI 平台，商业模式较稳，但估值通常也不便宜。第一家 IonQ， 它做的是离子阱量子计算，就是用电磁场把原子像小珠子一样悬浮起来，再用镭射控制它们做计算。这条路线的优点是精度高，缺点是工程难度大。2026年的 Q1 IonQ 收入6470万美元，按年增长755%，全年收入指引上调到2.6亿至2.7亿美元，现金和投资约31亿美元。管理层口吻非常积极，讲到全球系统销售、Tempo 需求、商业客户和国际收入，但是要看清楚 IonQ 仍然预期全年调整后 EBITDA 亏损，这是高增长、高烧钱、高波动的早期科技股。第二家 D-Wave 做的是量子退火，你可以把它想象成专门解决最佳化问题的量子工具，例如安排几千架飞机、航班、物流路线、供应链排程，怎样安排才最省时间、最省成本。2026年 Q1 D-Wave 结账达3340万美元，按年增长1994%，现金5.88亿美元。管理层口吻是：我们不是只讲未来，我们正在解决真实商业问题，这是 D-Wave 的亮点。但风险是收入规模仍然早期，市场对量子股情绪可以很极端。第三家 Rigetti 做的是超导量子计算，跟 IBM 的技术路线有相似地方。你可以想象，它是在极低温环境里用特殊电路做量子运算。2026年 Q1 Rigetti 收入有440万美元，营运亏损2600万美元，现金和投资5.69亿美元。它的系统是一个重要技术里程碑。管理层强调，政府、学术和商业客户采用增加，但它仍然很早期，收入小，亏损明显，股价会非常受情绪和技术消息影响。第四类是 IBM 和 Global Foundries 这些基建角色，他们不是纯量子概念股，但在美国商务部的量子资金里面，
IBM 会收到10亿美元计划资金，用来建立量子级超导晶圆 Foundry。这代表量子生态不只是写算法，也需要制造能力。所以量子板块不能只看最刺激的纯概念股，你要分清楚谁做硬件，谁做云服务，谁做 Foundry，谁有政府资金，谁有真正客户。前面讲了这么多家公司，到底现在买哪一只？我会先停一停，因为这不是我的做法。Mark Minervini 说过，他只买已经证明自己能够上升的股票，不买自己只是希望它会上升的股票。这句话放在无人机和量子计算特别重要，因为这两条线故事都很吸引。无人机有政策，有国防，有供应链替代；量子计算有政府资金，有黄仁勋改口，有下一代计算想象。但是故事再大，如果图表没有走强，就不是你的买入点。我的做法是：第一，把无人机和量子分开，不要一篮子乱买；第二，每条线只看最强的几只；第三，看相对强势，谁先突破，谁回踩守得住，谁在大势震荡时跌得少。第四，看成交量，真正资金进场通常不会只有一日热闹，而是升的时候有量，跌的时候量缩。第五，看风险回报比，如果止损太远，或者你根本不知道错点在哪里，就先不要做。很多散户最大的问题是看到新闻后才临时冲，特朗普签行政命令冲，商务部出资金冲，黄仁勋说口吻转乐观冲。但高手不是看新闻就冲，高手会先问这条新闻出来之后，哪一只股票真的变成强势股，哪一只只是一日炒作，哪一只回踩后仍然守得住，哪一只给我低风险的进场点。顺势不是追高，顺势是等市场证明方向，再在风险回报比合理的位置行动。如果你听到这里，你应该明白，无人机和量子计算不是没有机会，真正问题是你有没有一套方法把高科技故事变成交易计划。如果你每次都是看到股票升了才想追，跌下来又不知道是机会还是陷阱，突破了又不知道该不该买，买了又不知道哪里止损，其实你缺的不是更多科技名词，而是一套系统。我准备了一堂60分钟的银式技术公益课，免费教你先建立最基本的进出场判断。里面我会讲怎样找强势股，怎样等低风险的进场点，怎么计算风险回报比，怎样避免每次都在高位追入。这堂课不是告诉你买哪一只就会赚钱，市场没有这种事，但它可以帮你少一点情绪，多一点计划。如果你不想再错过主线，又不想每次追到高位才后悔，连结我放在下方，你可以先去听这堂免费公益课，把基本框架建立起来。最后帮你总结今天最重要的几句：第一，无人机不是玩具，它正在变成国防、公共安全和供应链重建的重要工具。第二，量子计算不是明天就成熟，但政府资金和科技巨头口吻变化，令市场开始重新定价这条线。第三，这些公司不可以一篮子乱买。第四，政策和业绩是催化剂，不是买入点。第五，如果你追不到第一下，不用急，真正的声浪通常会给你第二次机会。你要做的是先排观察名单，再等低风险的进场点。你可以在留言区告诉我，你更想我下一条片深拆无人机还是量子计算？如果你觉得今天的内容对你有帮助，记得点赞、订阅并打开小铃铛，那你就可以第一时间得到我们上传视频的通知了。我们会把复杂的经济和投资理论通过实事来简单化的讲给你听，也请你把今天影片分享给你身边关心投资的朋友。我们下条影片再见。